在视频开始前啊，先问大家问题啊，大家觉得这2年挤牙膏最明显的手机厂商是哪一家？可以打在公屏上。相信现在弹幕里飘过最多的啊，应该是苹果。那么今年 iPhone 15系列到底挤出了多少牙膏？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买到了 iPhone 15、15 Pro 以及15 Pro Max。接下来就一起来体验一下吧。包装附件方面呢，苹果还是一如既往的环保啊，没有充电器，没有出厂贴膜，没有附赠保护壳，只有一条 USB 2.0的 C2C 编织网数据线。不过说到壳膜呢，就不得不说大米精选配件推出的 iPhone 15系列3D 丝滑钢化膜了，边缘精密点胶，更加贴合。另外，我们也对电镀涂层进行了加强，更加顺滑，更加耐用，特别适合经常玩游戏、对触摸顺滑度有要求的小伙伴。另外 ，iPhone 15系列撞色磁吸壳呢也是同步上架了，磨砂背板、柔性 TPU 边框、独立金属按键，防刷又好看，支持各类 MagSafe 配件。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OK， 那么这就是今年 iPhone 15 Pro 上新增的原色版本了。大家觉得这个配色怎么样呢？满分10分，你会给几分？可以走一波弹幕。线下取机的时候，几个新配色我们都是把玩了一遍。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啊，今年 iPhone 15 Pro 系列颜色排序呢是白色好于原色，好于黑色和蓝色。原色版本很多场景下它更接近于我们理解的灰棕色啊，金属质感呢是比较强的啊，个人觉得还不错。白色版本呢，依然是今年整个 Pro 系列颜色看起来最舒服的，这也符合这么多年来 iPhone Pro 系列颜色选择的一个基本定律。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看啊，那么选白色基本呢不会出错。黑色和蓝色完全擦干净的情况下还好，但问题是这个钛金属中框啊是很容易留指纹印记的。黑色、蓝色版本按键周围一圈啊会形成明显的视觉色差啊，如果不用清洁布去角落的擦拭，随手擦呢是很难擦掉这种反差对比的。今年15标准版的磨砂铝合金中框加磨砂玻璃后盖，颜值质感表现都不错，后盖主体呢都很淡雅。蓝色版本的主要优势还是摄像头 Decal 部分和磨砂玻璃背板之间的颜色一致性比较好，整体看上去呢会更加协调。其次呢是绿色版本，看着会比较清新。粉色呢可能女孩子应该会是比较喜欢。黑色版本呢也还行啊，个人觉得这个黄色磨砂材质呢看着略有点怪。当然，颜色啥的属于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啊。今年 iPhone 15系列上手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手感进步非常明显，尤其是这个 Pro 版，屏幕边框更窄不仅屏占比更高了，其实横向宽度呢也进一步收窄。中框材质换成了钛金属，相比不锈钢呢明显更轻了。再加上这次中框和前后玻璃面板之间的衔接过渡做了圆润打磨，15 Pro 187克拿在手里呢，妥妥小钢炮的感觉。15 Pro Max 虽然说221克裸机重量也不算轻，但配重比较均匀对比之前又宽又重又割手的14 Pro Max 是真的好太多了。今年苹果终于是给华为口了，换 C 口之后的好处就太多了。如果你是安卓、苹果双持用户，那么出门就不用多带一条数据线。升级感知最强的用户群体呢，我觉得应该还是用 iPhone 拍 Vlog 短视频创作的用户。现在用 iPhone 15 Pro 系列拷视频素材特别是 Windows 平台，体验呢好很多。原来 iPhone 14 Pro 系列拷贝视频素材那简直就是折磨人而且呢还支持 OTG 外接移动硬盘相当于是免费扩容了，学习文件、视频之类都可以丢在 U 盘里，需要的时候直接插上看就行。另外15 Pro 和15标准版都支持 C 口反向充电充电功率呢大概是 4.5 瓦左右。紧急情况下，你现在呢就可以用 iPhone 给安卓手机反向供电了，然后呢再用安卓无线反向充电给 iPhone 进行充电，实现完美的充电闭环。当然说到这里苹果这个牙膏呢又是倒吸了一口比如说 Pro 系列的 C 口是 USB 3速率，拷贝文件呢挺快，但是15标准版还是 USB 2.0。关键是 iPhone 15虽然说是 USB 2.0但是却支持视频输出功能。一般来说支持视频输出的 C 口设备基本都是 USB 3.0、3.1。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强行阉割和 Pro 做差异化，这就跟2023年6000档位的 iPhone 15标准版还在用60赫兹刷新率一个道理。要知道，现在很多安卓百元机都在用高刷新率了，苹果还在用高刷这个功能作为产品定位的核心差异就挺离谱。只能说 It'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之前很多爆料消息呢，都说这一代 iPhone 15系列支持35瓦级别的快充但实际上更换 C 口之后，苹果的充电速度要比预想中快很多。实测功率呢可以达到65瓦左右，加上 iPhone 15 Pro 电池本身就小，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0.07瓦时，15 Pro Max 更是史无前例的达到了120瓦级别的快充规格，15分钟快充电量是梦醒了。实际上，今年 iPhone 15和15 Pro、15 Pro Max 快充功率呢并没有因为更换 C 口变得更快，实际快充速度基本还是旗舰机里面垫底水平。
15和15 Pro 峰值功率呢大概是20瓦左右，15 Pro Max 的峰值功率呢大概是26瓦左右，15分钟快充电量分别是4.01瓦时、3.81瓦时和4.79瓦时。It'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 今年15 Pro Max 抢购难度明显是要比 Pro 高不少工作室几个小伙伴一起抢购呢，也是没抢到。我觉得原因还是这次15 Pro Max 上苹果终于是上5倍潜望长焦了。当然，苹果这个5倍潜望长焦结构上呢，和现在大多数安卓旗舰又不太一样它的圆形镜片呢是前置的，然后下面呢是一块定制的人镜，光线呢经过4重反射之后，再进入到传感器进行成像，传感器呢还支持3轴防抖。这个方案的优点呢是利于结构堆叠比如说15 Pro Max 整个相机模组造型和上一代14 Pro Max 呢基本是没啥区别，也没有因为上了5倍潜望长焦厚度体积暴增。至于效果嘛，我们先来简单看几组样张对比。首先是室内常规环境下的5倍解析力 ，iPhone 15 Pro Max 的解析呢对比15 Pro 的3倍确实更强，文字呢没有因为 AI 猜细节画蛇添足，但是和小米13 Ultra 对比整个画面纯净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放大看呢存在相对明显的颗粒噪点。而如果是5倍往上的10倍那么差距呢就更大了，15 Pro Max 的整个画面噪点颗粒会进一步加重可用性是比较低的。按照这个表现，大米原本以为光线再暗一点肯定是直接切回主摄变数码变焦了，但是比较让人意外的是15 Pro Max 的这颗长焦光线暗的环境下竟然还不错这个时候它并不会直接切回主摄，而是启用了自动夜景模式，画面的亮度纯净度对比13 Ultra 反而是追上来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呢就是15 Pro Max 的这颗5倍长焦太偏向于快拍策略日常使用场景画质呢是明显不如13 Ultra 的5倍长焦了，但是弱光开启自动夜景模式之后呢，其实还行算法策略这块我觉得还需要优化改进另外呢，就是这颗长焦最近对焦距离是很远的，同样位置13 Ultra 的5倍长焦呢能够正常调用拍摄，而15 Pro Max 这个时候就切回主摄变成数码裁切了，并且因为没有中间焦段做变焦接力就会导致中间焦段的画质呢相对比较差。所以15 Pro 和15 Pro Max 选择的时候，大家也需要想一想自己日常常用的焦段主要是哪个。相对来说呢，今年主摄的夜景成像进步，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之前 iPhone 很多城市夜景灯箱高光压制能力表现呢，还不如一些1500档左右的安卓机可以说是很糟糕。现在终于是正常了许多不过横向对比安卓大底主摄来说，差距呢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像之前差的那么离谱了。今年15 Pro 系列拍照的另外一个升级呢，就是主摄直出从原来的1200万升级到了2400万，这让它在绝大多数随手拍的场景里主摄的解析力、清晰度是要比安卓旗舰更好的，利好数毛党。另外，我觉得默认的高像素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 Deep Fusion 锐化过度的问题，在拍摄一些花草植物时，对比14 Pro， 虽然说还是有锐化，但是观感没有那么辣眼睛了。至于炫光鬼影嘛，目前测试下来，我觉得 iPhone 15 Pro 和14 Pro 一对比，其实差别呢并不大，还是会比常规安卓旗舰的炫光鬼影呢更加明显些。最后呢，来简单说一下 A17 Pro 的性能。Geekbench 理论跑分成绩 ，CPU 单核呢是3000，多核呢是7600左右。按照这个成绩对比 A16，这提升幅度呢好像还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7690的多核性能是需要靠散热背夹才能达到的。常温25度情况下，基本只能跑到7300左右，而且常温环境下连续跑5次 Geekbench 6，屏幕呢还会强制降亮度。GPU 多一颗核心，换了新架构，换了3纳米工艺但是尴尬的是，性能依然没有干过去年发布的骁龙8镜所以今年3纳米的 A17 Pro 功耗、能效以及 iPhone 的散热堆料，应该是没有果粉的期待了。15 Pro 相对于标准版另外一个提升呢，就是内存变成了8GB。对于多任务重度使用来说，打开相机或者拍照录视频之后，重新看到微信小地球的几率应该会低许多。简单体验下来之后这代15能够感知的明显变化呢，应该还是手感还是手感，尤其是13、14代 Pro 用户的感受应该会更加明显。另外，今年15标准版的配色、质感、手感表现呢都不错。上了 C 口之后，确实更加实用了，通用性呢也更强。但除此之外呢，15系列确实也是牙膏味十足比如说上了 C 口，但是充电功率竟然没有任何变化。标准版上了灵动岛形态，向 Pro 看齐，但是决定核心流畅度的刷新率还是60赫兹，等于是上了一个卡顿岛。你说这一次 Pro 终于有潜望长焦了吧？但是目前这个画质表现对比安卓阵营的潜望长焦呢，确实有差距。屏幕呢还是480赫兹的低频 P.M 调光，相对于现在各种堆料的安卓超大杯确实有种这个索然无味且枯燥的感觉。当然，因为体验视频的时间有限 ，iPhone 15系列全面详细评测以及 A17 Pro 的游戏表现、续航等等，我们会在后续的视频中再给大家带来。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啊，希望各位老铁能够投币、点赞、加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